姐妹会前阵子呢，台湾网站做了一个亚洲美女排行榜，我不开心。你看这上面1到5没有半个是台湾哎，太瞎了。对啊，印度的是还蛮美，但台湾怎么可能没有上榜？对，其实这些都蛮美的，维吾尔也很美，对。但是我觉得美的持久度是台湾人，那当然，因为我们在老了的时候还是很 OK， 真的。哎，很多印度人，真的有印度人吧？他们吃超甜，到了老的时候都会变有点胖。哦，对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觉得就是我们台湾的女生，像我们莎莎还有我们 Apple 都是算中等以上的美。我们是很精，我们在顶端呢。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美女啊，都有中等以上的漂亮。但是唯一差别在说，这些几个国家来比的话，台湾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自己的特色。像印度、越南、泰国都有各自的特色在。听到了没？医生你没关系。所以我们在强调的美是要有个人特色的美哦。来，那因为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美女的排行榜，这是台湾的美女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美国杂志啊，每年都会票选嘛，这个是2016年，这个是前5名。这个上面有我们认识的吗？哎，娜娜第3名，娜娜是韩国，对不对？是韩国的，韩国的娜娜。台湾杂志也会票选，然后这个排行榜是周子瑜、张钧甯、赖雅妍、郭雪芙跟蔡依林。我觉得东西方的审美观一看就觉得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你把那个头发拿掉，其实5个都长得差不多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东西方的审美观本来就是不。如果是以现在的她的小司的点来看的话，其实她是符合我们的黄金比例的美女。哎呦，你再说一次是什么？听到对，其实整个节目当中，我在注意各国的美女我跟你说，的差别。你不用怕得罪他们，真的没有关系。好。然后我们脸宽，但是1的话，我们脸长在1.6，所以小司有。刚好。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注意各个女生的差别。所以如果这个我们在场的女生新住民，哪一个脸的比例是最黄金的？其实最黄金的是小司。哇，怎么可能啊？真笑哎！然后眼睛最美是安娜。哦，鼻子最美的是巴蒂。哦，那你把欧阳珊吧。欧阳珊是鼻子嘴巴都好。哦，是嘴巴好，眼睛不好。然后因为我们的脸宽的宽度的话，是大概是眼睛的5倍的宽度。然后你看她的眼睛之间的距离大概是1个眼睛，然后眼睛到我们发际线也是1个眼睛，所以它宽度是刚刚好的。哦天哪！臭死了！走，不要乱吹，臭死了！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特色，都很帅，好不好？那因为李医师，我觉得台湾人的审美观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所以你觉得什么样的脸孔在台湾其实是最受欢迎的？跟大家讲说，为什么觉得他们会美的原因，也不是因为他们眼睛特别漂亮，就是因为他们的五官刚好对称，然后符合比例，所以你觉得赏心悦目。所以我们心里面呢都会有一个觉得某一个东西会美的一种比例，这东西叫做黄金比例，也就是刚才所说的1.6。小司脸上的那个比例吗？它太黄金了。所以这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审美观会改变，可是这东西已经流行了大概2、3千年。从以前我们的希腊的断臂的那个维纳斯，其实它也是符合黄金比例。到我们的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的微笑，其实它也是符合我们的1.618的原则。到我们的巴黎铁塔都是。所以无论到建筑到事物或者是蝴蝶，所以那是这一个1.618舒服，大家觉得最漂亮的比例。所以它隐约藏着那个准则就是1.618的黄金比例。医师，我想就是现在先问一个题外话，就是小司跟我们现在这5位，小司还是最黄金的吗？小司的正面是黄金的，可是侧面黄金的话是所以 Ariel。所以正面它还是最黄金的吗？我们怎么可能啊？真的假的？我那是铜嘛。医师，我连一点黄金都沾不上边吗？没有，你那是也是黄金，但没有小司这么黄金。你是 K 金，你是变 K 金了。其实我们的许若瑄一直都是在称霸的，这10几20年都是称霸。对，因为它也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它的长宽比就是1.618。哇！其实到现在它
它还是在前3名。学生很正啊。对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是一个距离的话，可以发现他的脸的大小大概就是5个眼睛，最直的话大概就是6个眼睛。那我们还有1.618，还有可以放到我们鼻子和嘴巴的比例。那嘴巴大概也是鼻子的1.618倍，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漂亮的一个对比。那上下嘴唇也是有1.6嘴唇也要纳入这个。对，所以如果下嘴唇比较厚一点点的话，会比较好看。所以 Ariel 就会符合这样子的比例。对，所以侧脸的话，如果我们这样子放，这样子一个手指的话，会发现，如果你的鼻子、下嘴唇和下巴都同时碰到这条线的话，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鼻子、下嘴唇和下巴都碰到一条直线的话，很难呢。侧脸美女。所以 Apple 也有。哦，哎，对，有，不要勉强哦。是真的哦，有来看看，我们来看看。有。所以我有吗？我有吗？差一点点。差太多了。你1.615，差0.3。这也是跟大家讨论了很多东西方有很多不一样的审美观。那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喽，谢谢我们的玉妮，小薇姐姐妹会，下次见，拜拜。